看看姐，咱今天去哪玩去？咱们吃了这么多期的美食呢，这回终于可以走出家门了。世界也去不了，咱们只能去一下中国的好地方。咱们今天选择去南京、无锡和苏州，看看那里有什么好吃的。我们来到南京以后呢，第一个景点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著名的夫子庙，然后周围的夫子庙商圈呢有很多小吃，然后还有那个好玩的一些卖纪念品的，反正感觉也是比较商业化，是吧？我们从这里面逛了一会儿，然后呢就去吃一个南京的小吃里面第1名的好吃的，走吧。这个都是祈福的，主要是以求学业的为主，然后可以从那边买一个小牌子，然后在上面写上你想说的话，言简意赅的话，然后挂在上面。它本来也很漂亮，如果越多的话更加漂亮，风一吹，小丝儿。都送了。我们刚才逛完了夫子庙呢，来到南京不得不吃的一个小吃，那就是鸭血粉丝。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，这个是鸭德堡，他们就是一个在南京一个连锁的品牌吧。然后反正从门口看着人一直络绎不绝的，人一直很多。我们来尝一下它味道怎么样啊？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店里面了，然后要了那个他们招牌的鸭血粉丝，还有这个南京的特产是吧？这个灌汤包，要了2种，一个是虾仁的，一个是芙蓉。我们先从包子开始吃起。这个第1笼这个小包子也不知道什么味道的，我们先看一下啊。我这个一咬没有什么心理准备，然后那汤全部都洒到这个笼里面，那这里面汤还是挺多的。虽然不知道芙蓉是什么馅儿，但是我看到虾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虾仁馅儿的，一个大虾仁。里面有一个大虾仁，然后还表面上装饰一个小青豆。这种是猪肉的吗？猪肉的包子，其实我觉得味道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甜。一直觉得那个南京的东西应该是做好心理准备是非常甜，但是给人感觉不是特别甜，但是还是有点甜的。下一个应该就是芙蓉的了，我们来尝一下下一个。这个包子感觉跟咱们那儿包的不一样，就是蒸出来以后就是褶，就是微微的浅浅的一点呢，看上去就有那种南方的温婉哈，不像咱们北方那种豪放那种大包子。我这口咬的时候呢，吸取了刚才的经验，在咬之前呢，直接把这个汤给嘬到嘴里面了。这个好甜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很多，我觉得。芙蓉是不是荸荠呀？马蹄也有叫这个名字的，反正我是没吃出来里面有什么，但是我看到里面小颗的，好像。如果知道的那个小伙伴呢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。但是我是才疏学浅，实在是不太知道。现在咱们终于可以吃这个主角啊，重头戏鸭血粉丝。我要的这一碗是全炖的，这里面呢除了有鸭血以外呢，还有这是鸭肝、鸭肠，是鸭胗。我先喝一口汤啊。因为这个是我刚才喝了一口，是最原汁原味的，没有搁任何的辅助的调料，比如说辣椒啊、胡椒什么的。我觉得鸭子的味道还是挺重的。鸭一天的。是鸭胗的，这鸭胗还可以，很嫩。鸭肠
鸭肠是很有嚼劲，但是这里面的鸭肠不是特别多。这个是鸭肝儿，这好大一块儿。我好像第一次吃鸭肝儿，我觉得所有动物的肝儿味道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是鸭血，它鸭血好吃。粉丝就是平淡无奇的粉丝。我觉得平时反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鸭子的人，但是喝这个觉得鸭子的味道不是那么重，所以但是如果不喜欢的人可能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吧。其实就是汤的味道稍微有一点那个鸭子的味道，你要吃其他的东西，但吃粉丝的时候都吃不出来鸭子那种味道。所以一般说这个呢，主要是加一些个胡椒这种调料呢，还有去腥，把这个鸭子那些特殊的味道去掉。我一会儿准备再搁一点辣椒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，也多吃一点。我就开始吃。